从止戈不离身，两目常在空的武曌篡唐，到若非真主出世，天下无德闻名的明王圣人。唐太宗本想问出大唐的国运，可没想到好奇心一个没忍住，竟然一路问出了后世数千年的天机，也让李淳风留下了除推背图之外的另一个语言藏头诗。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李淳风和他的藏头诗。我们在之前介绍推背图的节目中已经讲过了李淳风的故事，没听过的小伙伴们呢，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观看。李淳风，陕西岐山人，从小呢就博览群书，精通天文历法和占星预测。旧唐书说他自幼爽秀，通群书，明布天历算。这样看来呢，这李淳风不仅人长得帅气，而且是聪慧过人。9岁的李淳风呢，就进山修道，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通遁甲。出山之后呢，年纪轻轻的李淳风就被李世民相中，从一名普普通通的文官一路做到了太史令。这样看来呢，李淳风也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隐隐于朝的修道高人。李淳风在初唐盛世的太史局呢，这一干呢就是40年，而且是一路开挂，干的是风生水起。对天文、地理、智力和修诗等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撰写的传世星象巨著《以四战》呢，强调人要修德积善呢，以应天地。他编制的新历法林德历呢，还一度传到了朝鲜和日本，成为当地的基本历法。经他手改创的铜铸混天黄道仪呢，让天象的观测更加的精准。他编定的10部算经呢，后来被用作唐代国子监算学馆的数学教材。不仅如此，李淳风还顺手呢给封定了级，成为世界上最早给封定级的科学家，比这欧洲早了上千年。当然了，李淳风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身份呢，还是唐太宗的御用预言家。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唐太宗和李淳风君臣二人的口头对话，被当朝史官记录成一部推测国运的预言书，那就是藏头诗。话说大唐贞观年间，这一天是春暖花开，风和日丽。李淳风陪同唐太宗在大行宫中散步，君臣二人是有说有笑。正在兴头上的唐太宗呢，瞅准时机，随即开口问道：朕的天下如今刚刚坐稳，爱卿既然能掐会算，不知将来何人会兴兵灭我大唐？我朝之后，天下又会传到何人之手呢？爱卿不妨给朕一一道来。李淳风一听是面露难色，突然呢灵光一闪，赶忙回答道：欲知将来呢，当观以往，得贤者智，失贤者丧，此万事不易之道也。李淳风呢给了一个很官方的答案，好像啥都说了也好像啥也没说。不过呢，这唐太宗哪那么容易就能打发得了唐太宗皇帝是继续追问道：朕想问的不是这些，是想让你帮朕算算大唐的天下能国泰民安多久将来何人能乱朕的江山？如何让朕的江山是代代相传？朕想预先知道李淳风只好以天机不可泄露推辞了。唐太宗见状也只好是悻悻地说：既然如此朕也不勉强爱卿。于是领着李淳风是登上了宫殿的高楼。这下呢，见四下没人，太宗皇帝话锋一转：现在你我君臣二人上不着天是下不着地爱卿总可以告诉朕了吧？眼见太宗皇帝是一再相逼，自己呢也实在是绕不开，李淳风只好嘴上一个劲儿的说着天机不可泄露。可是到头来呢，天机还真没少泄露。下面呢，我们就从唐宋元明清各朝代中选取藏头诗中的一些个片段呢，来与大家分享。李淳风告诉唐太宗，乱我朝之人就在皇上的身边
30年后将皇室子孙屠戮殆尽，您却不知道啊！唐太宗一听可急了，此人是文臣还是武将呢？爱卿直说啊，朕呢马上将他杀了，以除后患。皇上啊，此乃天意，非人力可左右得了的。虽然皇室子孙呢遭此一劫，好在呢这血脉并未中断。如果皇上现在将其杀掉，上天呢必会派一个更狠的角色，那时皇室子孙可真的是在劫难逃了。未来将皇室血脉屠戮殆尽之人会是谁呢？李淳风给出的字谜是止戈不离身，两目长在空。这止戈呢就是武，两目长在空就是兆字，字义呢与武则天自创的文字日月当空的兆字相同。当得知此祸害想杀又杀不了，唐太宗是不甘心地问了一句：难不成乱我天下之人无人能平得了吗？倒也不是，有文曲星下界，生于卖豆腐之家，后来为相，自能平之。这李淳风只回复了这么一句，就再也不肯过多的透露了。民间传说曾向武则天冒死进谏，并成功辅佐李显登基，最终将天下又交回到李唐手中的大唐功臣狄仁杰呢，就是文曲星下凡。生于卖豆腐之家，为人是方方正正、清清白白。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呢是安史之乱。对此，李淳风说道：“又有乱天下者，危而不危，一人大口。既然这天下大乱，为什么又说危而不危呢？原来这危而不危呢，实际上就是个安字，暗指安禄山。而一人大口呢，就是史字，这个字谜呢点到了史思明。然后李淳风告诉唐太宗，后又树挂拐齿者乱之，此时天下慌乱，人民饥饿。这树呢就是木，上面挂了一个拐齿，就组成了一个猪字，对应的史实呢就是朱温篡唐。讲到这个份上唐朝呢实际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李淳风呢也告诉李世民，皇家血脉尽了，已不再是李唐的天下了。可唐太宗的好奇之心呢早已是按耐不住了，仍旧饶有兴趣地问道：那接下来会何人掌管天下呢？有真龙将士走随小月，阳火应运，木石玳瑁，开天地之文运，起司世之朦胧，礼乐作，教化兴，真太平有道之事也。这真龙呢就是真龙天子，走随小月是个赵字，木石玳瑁呢乃是宋字，说的是真龙天子赵匡胤的宋朝重文轻武，礼乐教化开启了另一段的太平盛世。听到后人中有人能开启一段太平盛世太宗皇帝呢也很想知道能乱此朝者又是何人呢？李淳风说，有春头之人蒙蔽主上，陷害忠良，使此国之君另守一方。这春头之人就是个秦字，这里指大奸臣秦桧。当初秦桧与徽钦两位皇帝呢被金人一同掳往了金国，可最终秦桧呢却能从防守森严的金国全身而退，杀守军，夺小船，携家带眷漂洋过海，平安归来。这里难免让人联想到他与金人是暗通款曲。宋高宗和秦桧呢一拍即合，最终一代抗金名将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赐死，满腔热血最终只谱下了未尽全功的休止符。而宋金签订绍兴和议之后呢，宋高宗赵构另守一方。关于元朝，李淳风这样说道：有一屋之主兴焉，人皆披发，头生花，听其语，不知其音，视其人，勿见其面。义乌呢，就是指蒙古人建立的园。我们在古装剧中看到蒙古人的发型，通常就是一身的杀马特，长发披肩，或者是额前和脑后呢留下3缕头发，前面的刘海剪齐贴额头，两边呢挽成2髻，或者是编成小辫垂到肩上，喜感花俏。
仿佛头上生花。听其语不知其音，这蒙古人呢都说蒙古话，这汉人呢自然是听不懂了。看来蒙古人这一生的非主流的打扮，李淳风呢是没瞧上眼儿，甚至还嫌弃他们长得太丑，所以说呢视其人勿见其面。关于大明，李淳风说：“天生一牛啊，日月并行。此后大水在足，以有道之主生焉。然数年后，幽燕并起，皇孙遁去。这天加牛呢，就是朱字；日和月就是明字；大水呢，就是洪；洪武呢是年号，说的还是朱元璋。这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然而幽燕并起，皇孙遁去。”对应的史诗是燕王朱棣呢起兵平定叛乱，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朱允文呢从此是下落不明，史称靖难之役。关于清朝呢，李淳风预言道：“有八旗常在身之主出焉，人皆口内生火，手上走马，头上生花，一阶两节，天下即非人类矣。”这口内生火呢，被解读为是指清朝大佬努尔哈赤。口内生火嘛，就是要哈出火呢就是赤。人皆口内生火，还有一种说法是指呢满清人吸食的鸦片。手上走马，头上生花，一阶两节，是说这清朝人呢为异族，打扮奇特，他们手戴着长指甲套，梳着大拉翅或者是长辫子的发型，也和这蒙古人一样，好像头上生花。但是呢，满清八旗是彪悍凶猛，刚入定中原时是杀戮深重，天下既非人类矣。接下来讲的是中共建政和圣人出世，当然对于不同的人呢，对预言呢都会有各自的理解，这里呢仅供大家参考，也欢迎朋友们留言共同探讨。李淳风说，太平天国80年后，魔王遍地，殃星满天。这太平天国呢，失败于19世纪70年代，80年后呢，便是20世纪50年代，正好是中共建政之初。人皆头顶五八之帽，身穿天之衣，而人类又无矣。红军的军帽也是中共红军的标配之一，是参照列宁戴过的八角帽的样式，上面呢缀着一颗布制的红色五角星帽徽。五八之帽呢，是指配有五角星的八角帽。天空的颜色嘛，晴天时呢是蓝色，而阴天时呢则是灰色的。红军穿的是灰蓝色的军装，也就是身穿天之衣。但此时正常的人类社会呢已经不复存在了。到了太平天国失败后的90年之后，也就是1960年代，又有木仆之人出焉，常戴一枝花。太阳在夜，太阴在日，紊乱山河，两广之人民受无穷之祸。木仆呢，即草木，这毛在古文中通草字头的毛，也是指草木，因此呢，木仆是指毛泽东。这花呢，在古文中是华的异体字，指呢华国锋。毛泽东得了天下，提携华国锋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让中国进入了一个彻底黑白颠倒、阴阳反背、天昏地暗、天下大乱的世道。所以呢，是太阳在夜，太阴在日，紊乱山河，大好河山是面目全非，给广大百姓呢带去了无比深重的灾祸。两广呢，泛指广大。下一句是幸有贺之君，身带长弓，一日一钩，而天下有家无人。此人目长在后，眉长在腰，而人民又无矣。贺的意思呢是送礼庆祝，而古文中登呢也是进献礼物的意思。有贺之君也可以说是有登之君，是说一位姓氏含登的执政者。这长弓的形状好似偏旁部首的耳刀，一日一钩呢是八字，含在义中。而右耳刀呢，是由义字变形而来的。由于义字呢与城市有关，所以由义变形来的右耳刀所组成的字呢，也多与城镇和地名相关，比如说这都、郊、邦、郡等等。登加上右耳刀组成的一个正体字邓字，暗指呢邓小平。
有家无人隐喻呢开放，幸亏呢有邓小平上台，使中国对外开放。而下一个掌权者的特点就是木常在后，梅常在腰。这两句话呢可以解出一个字，那就是江泽民的民字。在古文中，民字是横木而带刺，所以古语有横木之民和民者盲也的说法。那么在江泽民统治时期呢，正常的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有没有了？在几乎所有的古代寓言中都会提到圣人救世，藏头诗呢也不例外。关于圣人，李淳风呢是这样讲的：若非真主出世，天下无得文明。唐太宗忙问道：什么文明啊？这里的文呢，一同言武修文的文，是指呢道德教化人心。明呢是指就是圣人明王，文明说的是以道德教化人心的圣人明王。如果不是真主出世，天下怎么会有拯救世界的文明圣人？李淳风对于文明圣人的描述呢如下：此人头顶一翁，两手在天，两足入地，腰系九湖带，身穿8丈衣。四海无内外，享福得安宁。袖是登子殿，鸿茂无一人。翁字呢拆开来呢是一个瓦字上面加上一个公字，意为天下为公。两手在天，两足入地，顶天立地。九斤呢喻指九州，8丈喻指八方。那么9斤8丈呢则代表着天下。既然天地万物都是圣人身体的一部分，那么圣人呢就是主掌天地之人。真主在世，文风大盛，从此是四海一家，人民安宁幸福。藏头诗收藏于上海中华书局和文明书局，发行于1915年出版的《中国寓言7种》一书当中。其中呢还有许多未解的有关未来的内容，但都是一治一乱，两两相治，直到人数尽矣，天地合矣。好，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